各位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龙？没看过也没关系。龙其实长得不过就是这副样子。龙有时候还以群居的状态出现，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是这个样子。那么问题来了，人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依大家看来，单以相貌而论，除去衣冠的话，那么第一张画像中的那只独龙，应该是属于下面的哪一群龙呢？是第一幅群龙，还是第二幅群龙？这里呢要加一个备注：第一幅画像中的那条龙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第一幅群龙像是宋朝的皇帝们，而第二幅则是元朝的皇帝们。所以，如果有的朋友的答案说元顺帝的画像是属于元朝皇帝中的一份子的话，那么恭喜您答对了，您的答案完全符合正史的记载。而如果有的朋友觉得自相貌而论，元顺帝更像是宋朝皇帝中的一员，那么也要恭喜您，您可谓是圣目无电，因为您的眼神和明成祖朱棣的眼神是一样的。永乐10年的时候，明成祖朱棣突然是兴致大发，他在大殿之上开了一个画廊，将宋朝与元朝历届皇帝的画像摆放在了大殿之上，然后呢，他就在2个专业人士的陪同下游览这些画像。这2位确实可谓是专业人士，一位叫袁公彻，据说是当时明朝排行第2位的著名的相师。他排在第2位一点不敢抱委屈，因为排在第1位的是他的老爸袁拱。袁拱就是当年见到了姚广孝以后，就说他是一只病老虎，并且预言他必成大器的那名相师。而且据说他还预言了明成祖朱棣40以后必登大宝。袁公彻也是尽得乃父真传，所以能够经常随侍皇帝左右。另外一名专业人士是一名姓徐的画师，看罢一圈宋朝的皇帝的画像，朱棣说宋朝的皇帝有一个特点，都长着一个胡杨鼻，而且面目清癯，类太医也，就是说他们长得面庞清瘦，跟太医长得很像。然后朱棣又去看元朝皇帝的画像，元朝的皇帝们看起来个个比较魁梧，脸庞子很大，所以朱棣笑着说皆食绵羊肉者也。这次没说他们长得像太医了，言下之意是说他们长得像御厨。等到朱棣看到最后一幅画像，元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的画像时，朱棣一愣，说他怎么长得像太医，而不像是那些食绵羊肉的人呢？当时的袁中彻以及那位徐画师都不知道如何回答朱棣的这个问题。回家以后，袁中彻就问他的父亲袁拱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袁拱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读过一本书，上面曾经记载元顺帝根本就不是元朝皇室的子血，他是宋朝末帝宋恭帝赵显的骨血，所以他的相貌才会更倾向于宋朝的皇帝。袁公彻一听，这才是恍然大悟。袁拱所说的那部史书，应该就是元末明初的一名隐士权衡所做的《更深外史》。在这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原来是宋恭帝的儿子，也就是说，元朝人从宋朝人手里夺得的天下，最后又以这种方式还给了赵氏子孙。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咱们先暂且放下这个话题不提。既然我们今天的故事从画像开始，咱们就先来说说古代皇帝的画像到底像不像。其实啊，从宋朝开始，给皇帝画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像。而宋朝以前并不是这样，画家们为了突出皇帝的天生异象，或者说他们的非凡之处，往往将皇帝的画像搞得比较夸张，甚至是扭曲，更多追求的是神似，追求的是艺术上的真实。而至于真的像不像，并不是最主要的，像与不像不在外表，仅在圣心。皇帝的相貌也是从心而不从面。而自宋朝开始，可谓是画风突变，皇帝的画像主要就是追求一个像字，皇帝的威严也是建立在像的基础之上。当然了，碍于画法的极限，有可能画的还是不像，但尽管如此，追求的目标也是不变的，还是要像。给大家举个例子，宋神宗驾崩以后，继位的宋哲宗曾经按照惯例率领着文武大臣进大殿之中瞻仰宋神宗的遗像，但没想到2个月以后，宋哲宗又下旨
让文武百官们与他再一次去瞻仰先帝的遗像。以前那个画像画得不像，所以要重新画一幅，重新瞻仰一番，这样大家才能记住先帝的真实的音容笑貌。这段史实呢，是记载在宋会要辑稿之中。而到了宋哲宗驾崩以后，继位的宋徽宗为了宋哲宗的画像也是煞费苦心，当时的宰相张敦、大臣蔡京等都费尽心思的去找一幅更像宋哲宗的画像。所以宋朝皇帝的画像基本上都是以写实为主。宋以后的元明清也是沿袭了这个习惯。所以如果有人为宋元明清的皇帝们画像的时候采用了抽象技法的话，那么我敢保证那些皇帝肯定会把这个人抽成四不像。说完了画像像与不像的问题，咱们再来说说元顺帝到底是不是赵氏孤儿。这种说法呢，我们现在听起来就觉得有点扯，但是呢，在元明清三朝却得到了诸多文人的认可。比较著名的有国阙的作者谭谦，著名的文人钱谦益、全祖望以及万思同等等。不仅得到了这些文人的认可，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元朝官方的认可。据元史记载，元顺帝的亲叔叔，当时的皇帝元文宗，说他的哥哥，也就是前任皇帝元明宗，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素谓太子，非己子也。意思就是说，连元顺帝自己的父亲都认为他不是自己的儿子。到后来还有人出面证明元顺帝并不是元明宗亲生之子，这个人呢是元顺帝乳母的丈夫，算是知情人士。至此，在当时元朝的官方基本上已经坐实了元顺帝并不是元明宗亲生之子，所以元文宗将他元徙高丽，后迁靖江，就是将他远远的发配到了高丽国去了。如此看来，元顺帝并非亲生之子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绝对不仅仅是疯传，而是被官方坐实的定案，有人证，有判决，甚至还都有了执行。这似乎听起来还是有些依据的。如果元神宗真的是宋朝皇室后裔的话，那么后面的故事则就更加变得有趣了。据蒙古秘史记载，明成祖朱棣实际上是元顺帝与他的一名洪基拉氏的妃子所生之子。朱元璋是喜当爹，抢了这名妃子，也白来了这么一个儿子。那照此一说，明朝至明成祖之后继位的皇帝也都是赵家的骨血。这还没有完，据说清朝的皇族爱新觉罗氏，他们实际上是出自于当年宋徽宗、宋钦宗的后裔。觉罗就是满语中赵的俄称，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清朝也是宋朝皇室赵家天下的延续。难怪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姓赵，很多人嘲讽别人都说你也配姓赵。再后来，清朝中期的乾隆，据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记载，他本应该姓陈，是汉家之子。而清朝晚期的慈禧则被很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清史学家，证明为她本是汉家之女，是在山西的醋坛子中长大的。所有的这些到底是史实，还是一些人自嗨的意淫？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关于元顺帝这段身世的记载呢，最早是出自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本书，就是权衡所著的《庚申外史》。据这本书中所说，宋恭帝赵显在投降元朝以后，被忽必烈封为了营国公。后来赵显成人以后，自愿出家，奉诏在甘州修习佛法。甘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的张掖。有一次途经这里的元朝宗室赵王见到了赵显，看到赵显孤苦无依，就将一个回回女子赐予他为妾。后来赵显与这名女子生了一个男孩。这时候正好元明宗路过这里，早上的时候看到赵显所居的寺中上空有龙纹五彩之气涌出，元明宗觉得很诧异，就问赵显说，你的寺中可有什么宝物？赵显说没有什么宝物。元明宗又追问，真的没有？赵显想了想说，今早五更后舍下生一男子耳。元明宗认为这就是龙纹五彩气的出处，此子将来必定大贵，所以就将这个新生的婴儿收为己有。按照蒙古人抢一送一的原则，又将这孩子的母亲收在了自己的帐中，由此这个男婴也就成了元明宗的长子。再后来经过了一番宫廷斗争以后，这个实际上是赵显的儿子，竟然登上了元朝皇帝的宝座，成了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
关于这件事，以后的文人呢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谭谦，比如说蔡东藩。不过呢，大部分都是大同小异。蔡东藩说，元顺帝的生母实际上当时是一名妓女，在怀了宋恭帝的骨血以后，又被元明宗抢走。元明宗就这样喜当爹，成了一个便宜爸爸。关于宋恭帝，以前我们讲过，他是宋末三帝之一，在5岁的时候就被迫与当时的谢太后一起投降了元朝。他确实是后来被忽必烈封为了营国公，也确实是曾经出家修行佛法，成了一名高僧。因为他修行的是藏传佛教，所以呢娶妻生子倒也算正常。那么元明宗又是谁呢？这个呢就涉及到忽必烈以后的元朝的那些皇帝们。忽必烈立的太子就是他的儿子，叫真金。但没想到真金早逝，最后在忽必烈之后继位的是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在元成宗期间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4大汗国重新尊蒙古帝国为尊。蒙古帝国至少是在名义上又恢复到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帝国。元成宗驾崩以后，皇后摄政，后来发生了政变，政变的发动者拥立当时带兵在外、立有无数军功的海山为皇帝，海山也就成了元武宗。而发动政变拥立他的人正是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元仁宗。元武宗登基以后，与他的弟弟达成了一项协议，就是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弟弟登基，在他的弟弟去世以后再将皇位传给元武宗的儿子，这就叫兄终弟及，叔侄相传。元武宗虽然有2个儿子，但是在他驾崩之后，还是按照当初的承诺，将皇位传给了皇太帝，他的弟弟元仁宗。不过元仁宗并没有信守诺言，在他继位不久，就将他的儿子立为了皇太子，而将本应继承皇位的他哥哥的2个儿子贬到了外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抢一送一的元朝皇室成员，就是这次被贬的元武宗的2个儿子之一，他还是长子，叫和事来。元仁宗以后就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元英宗。宋恭帝赵显就是在元英宗执政期间被刺自杀的。元英宗后来推行汉化改革，得罪了蒙古贵族中的保守势力，于是他们就策划了一场暗杀，在历史上被称为南坡之变。元英宗以及他的丞相被赐死，发动叛乱的那些蒙古贵族后来拥戴真金的另外一个孙子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太定帝。太定帝执政5年，将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但还没等他的儿子登基，当时的一名大臣叫燕铁木儿的，就拥戴元武宗的嫡长子和事来登基。和事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对宋恭帝赵显来了一个抢一送一的那位周王。因为和事来当时远在朔北，而登基失势又迫不能缓，燕铁木儿就先拥戴和事来的弟弟登基做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文宗。元文宗虽然做了皇帝，但是呢，他一再强调这个皇位是他哥哥的。等他哥哥到了京城以后，他要将皇位还给哥哥。与此同时，太定帝的儿子天顺帝也登了基。这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说，元朝出了2个皇帝，一个是天顺帝，一个就是元文宗。后来燕铁木儿率领军队打败了天顺帝，天顺帝逃遁，从此下落不明。这时候和事来也回到了京城，元文宗还是信守承诺，将皇位转给了和事来。和事来也就是历史上的元明宗。哥哥登基以后，也与他的弟弟有了这样一个约定，就是在他100年之后，要将皇位传给他的弟弟，在他的弟弟100年之后，又要将皇位传给他哥哥的儿子。这就等于是继元武宗与元仁宗之后又一轮的兄终弟及，叔侄相传。那么元文宗与元明宗这一轮次呢，其实还不如上一轮。当年的元武宗与元仁宗的那一轮就只完成了一半，完成了兄终弟及，但是没有完成叔侄相传。元仁宗继位以后就不想把皇位再还给自己的侄子了，而是想让自己的儿子继承。那么经历过了上一轮次的失败，吸取了教训，这一轮次会不会变得好一点呢？失败有时候确实是成功之母，但失败这个母亲可能是世界上最伤心的母亲，因为一旦成功以后，就往往变得六亲不认。元明宗这个做哥哥的继位以后，对他的那个拥戴他上位的弟弟一直是多有提防，而且态度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元明宗迫切地想建立自己的班底，他把他以前府中的人都提拔起来，掌握了朝中的重要权力。而对为了他上位而建立奇功的燕铁木儿，则是开始变得有些冷淡。被他提拔起来的那些嫡系，那些朝中新贵们，对燕铁木儿也是颇有不敬之词。最终，这些行为都引起了元文宗与燕铁木儿的强烈不满。最后，两个人决定联手做局，做掉元明宗。他们果然成功了。元明宗突然暴毙，皇位自然就还给了元文宗。当年的元仁宗好歹还是等到元武宗正常死亡以后的正常登基，而元文宗则根本就等不及。所以这一轮的兄终弟及应该叫做兄辈终。面对着失而复得的皇位，元文宗肯定不会再想把它还给元明宗的儿子，所以在他登基以后没多久，就迫不及待地立了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将他哥哥的长子元顺帝妥斯铁木儿远远地发配到了高丽。但没想到的是，刚刚被立为太子没多久的他的那个儿子很快就病逝了。元文宗是个很迷信的人，他觉得这可能是他抢夺哥哥皇位所得到的报应。在他临终之际，对他当年的作为是深怀愧疚。他对当时的权臣燕铁木儿和他的皇后不达失礼说我对当年所做之事深怀愧疚，待我驾崩之后，要将皇位还给他哥哥的儿子。元文宗驾崩以后，燕铁木儿希望能够立元文宗的儿子为下一任皇帝，因为这个儿子同时也是燕铁木儿的养子。当年元文宗与燕铁木儿之间玩起了交换儿子的游戏，燕铁木儿的儿子成了元文宗的养子，元文宗的儿子则尊燕铁木儿为养父。但是他的这个提议遭到了当时的皇后不达失礼的强烈反对。皇后坚持要按照先帝所留下的遗嘱，将皇位传给元明宗的儿子。那么这位皇后真的是一位大公无私、信守承诺之人吗？其实倒也未必，她更多的是出于一个母亲护子心切的心理。在她看来，这个皇帝之位已经是个大凶之位，特别是对于他的儿子而言，他已经在这个皇位上丢掉了一个儿子。如果再让他另外一个儿子登基的话，那当年元明宗的报应可能还会继续。已经死了一个儿子，他不想再死另一个，所以他执意要立元明宗的儿子为帝。但当时元明宗的长子，也就是后来的元顺帝还远在高丽，而且那时候元顺帝已经13岁，已经长大继世。不达失礼皇后担心元顺帝还记得当年他父亲与他叔叔的恩怨，而且毕竟年龄大一点的元顺帝不大好控制，所以不达失礼皇后就立了当时正在京城的元顺帝的弟弟登基，这就是历史上的元明宗。不知道是元明宗命薄，还是这个皇位真的是中了诅咒。元明宗登基不过是53天就驾崩而去，地位再一次空悬。此时燕铁木儿又再一次推举他的养子，也就是元明宗的亲子登基，这自然又遭到了皇后的坚决反对。这个皇位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凶险了，皇后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失贤。最终不达失礼决定要拥戴元顺帝登基。就这样，传说中的宋恭帝赵显的后代赵氏子孙奇迹般的成为了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妥斯铁木儿这个名字在蒙语中是铁锅的意思。元顺帝在位30多年，他的这个名字对于他来说或许有着双重的意义。这个铁锅就像是一副盔甲，挡住了攻向皇位的明枪暗箭，但同时也是一个包袱。元顺帝成了元朝灭亡的背锅侠。那么皇后不达失礼后来怎么样呢？在当时来看，不达失礼拥戴妥斯铁木儿登基实在是高明之举。妥斯铁木儿当时只有13岁，所以还是要由前皇后临朝摄政。在不达失礼和燕铁木儿的策划之下，元顺帝的堂弟，也就是不达失礼的亲生儿子，被列为了下一任的皇位继承人。这等于是又要开启新的一轮兄终弟及。不同的是，这一次将要在堂兄弟之间进行，皇位竟然要在堂兄弟之间相传。元朝时期的继承制度实在是怎一个乱字了得。元顺帝感激不达失礼皇后对他的拥戴之功，封他为太皇太后。
她也成了元朝历史上唯一的一名太皇太后。不达施里皇后的好梦做了7年，7年以后，元顺帝开始追查他父亲的死因，最后查实不达施里皇后牵涉其中。元顺帝褫夺了他的所有的封号，将他远远的发配，最后就死在了外面，终年不过只有36岁。而他的那个他一直悉心保护的儿子呢，也被元顺帝发配，发配的地点正好是元顺帝曾经被发配去的高丽，在途中他就被人刺杀，死于非命。他的母亲煞费苦心，终究还是没有保住他的这个儿子。元顺帝其实并非是昏庸之君，至少早期肯定不是。元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从元成宗以后就已经是注定了。他执政早期的时候还算是干得有声有色的，但到了后期，据《元史》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那部《更深外史》记载，说元顺帝就开始耽于酒色，慢慢的不理朝政，成了一名昏君。他们说元顺帝沉迷于酒色还有2个依据，说元顺帝沉迷于眼蝶儿法以及16天魔舞，据说这2种都是密教的男女双修大法。元顺帝天天想着干这个，还怎么可能好好的处理朝政呢？其实啊，据学者研究发现，所谓的眼蝶儿法并不是什么性爱游戏，而是密教中的一种修习方法，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瑜伽术，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肢体动作来调节体内的风脉。所谓风脉，指的就是气息的运行，通过一系列的规定动作来保持自己体内的气息通畅，这就是所谓的眼蝶儿法。而16天魔舞呢，更不是什么淫乱的舞蹈，它是由16名手持乐器的天女或者叫名母一起跳的一种宗教舞蹈，完全没有任何淫乱的色彩。元史的作者以及更深外史的作者权衡对这2种活动一无所知，所以才简单的将它们归结成了淫乱的游戏。而且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已经慢慢的形成了一种定式，就是淫乱是昏君的标配。这个国家为什么搞不好、搞砸了、搞亡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肯定是因为这个皇帝淫乱，留恋于后宫，不理政事。其实这样认为是有些绝对了，有些皇帝治国很好，但同时他也很淫乱。后宫的事儿其实并不能决定他是明还是昏。元顺帝这个谥号是明太祖朱元璋加给他的，朱元璋认为他知顺天命，退避而去，所以给了他这样一个顺帝的谥号。元顺帝的儿子加给他父亲的庙号是惠宗，所以元顺帝又叫元惠宗。忽必烈以后的这些个元朝皇帝更替的历史确实呢是比较乱，但是呢我想大家只要抓住了兄终弟及、叔侄轮替的这条主线，这段历史呢其实并不难掌握。第一轮是在元武宗与元仁宗之间进行，第二轮是在元武宗的2个儿子元文宗与元明宗之间进行，第3轮则是没有完成的轮替，是本来计划要在元顺帝与元明宗的儿子之间进行。掌握了这3轮的权力更替，这段历史应该也就可以记住了。好的，说完了元顺帝的登基过程以及元朝忽必烈以后皇帝的更替过程，咱们再来回头说说更深外史中关于元顺帝出身的记载是否合理。首先呢，咱们先来看看在正史中关于元顺帝的出身是怎样说的。据元史记载，和事来也就是后来的元明宗，他先是被他的叔叔元仁宗发配到了云南，后来在他的部下的劝说之下，他北上到了察合台汗国，希望在那里一方面能够躲避他叔父元仁宗的加害，一方面呢也可以慢慢的培植自己的力量。他刚到察合台汗国的时候，人单势孤，他希望得到当地豪门的支持。在当地呢有一个突厥人家族叫汉陆鲁家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这个家族在当地势力很大，和事来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他就礼聘了这个家族中一个叫麦莱迪的女子为妃，这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婚姻。汉陆鲁家族由此和黄金家族成为了姻亲，而和事来也得到了当地豪强的支持，在当地站住了脚。婚后不久，麦莱迪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但很遗憾的是，在生产过程中，麦莱迪难产而亡。妥欢帖木儿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他的母亲。既然按正史记载，
元顺帝的生母是一名回回，她的相貌与其他的元朝皇帝略有不同，似乎也可以得到解释了。我们再回头看更生外史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几点不合理之处。第一是地点，据更生外史记载，何世赉是在路过甘州的时候抢了宋恭帝赵显的儿子，但对照史料，何世赉从云南到中国的新疆，并不经过甘肃的张掖。何世赉到了新疆以后，也并没有去过甘肃，两地相距有几千里，何世赉不大可能去过甘州，见过赵显。据史料记载，何世赉从云南北上的时间是在公元1316年，那也就是说，更生外史中所记载的何世赉抢衣送衣的时间，应该发生在1316年。但元顺帝却是出生在公元1320年，也就是抢衣送衣的4年以后。所以不管是何世赉抢了一个现成的儿子，还是抢到了一个身怀有孕的回回女子，都不可能是出生在4年以后的元顺帝。至于后来对元顺帝身世的那些指控，自然也都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他的乳母的丈夫举报他身世成疑，元文宗又说他不是他哥哥的亲生儿子，这些呢很明显都可以看出是元文宗故意安排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远离皇位。大家想想，如果真如元文宗所说，元顺帝的父亲何世赉经常对人说起说太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这听起来就非常的可笑。既然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亲生的，又怎么可能还要立他为太子？又怎么可能让他作为元文宗以后的皇位继承人呢？如果元顺帝真的不是黄金家族的子孙，那么后来元文宗以及他的皇后为什么又执意要将皇位传给这样一个外来的小子呢？当时的权臣晏铁木儿为什么不就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地杀了后来的元顺帝呢？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元顺帝就是元明宗亲生儿子。元史中关于他身世的记载是正确的，所以元顺帝并不是宋朝的皇室后裔，他不姓赵，他还是姓博尔只金。同样的，明成祖朱棣就是姓朱，他也不姓赵。蒙古秘史中的记载也是错误的，朱棣是出生在公元1360年，徐达攻破大都的时候，那个时候朱棣已经8岁了。所以即使是朱元璋在大都的后宫中找到了一个元顺帝的妃子，而且还身怀有孕，那个孩子也绝对不会是明成祖朱棣。明朝自明成祖以后的皇帝也都与宋朝皇室无关。乾隆自然也是满族人，雍正皇帝有很多个儿子，何必要抱养一个汉族人的儿子，而且还让他最后继承大统？那么慈禧呢？在山西的长治有一个叫刘琦的公务员，他经过多年的研究，认定慈禧是汉人，就是出生在他们山西的长治，原来姓王，后来卖给了一个姓宋的人家，宋家败落以后又被卖给了当时担任陆安知府的满族官员惠征，成了惠征的婢女，后来又被惠征收为了自己的养女，再后来就是被惠征送入了宫，最后成了慈禧太后。刘琦的这个说法得到了很多清史专家、党史专家的认同，当地的很多村民也纷纷的与慈禧攀上了亲戚。当地呢还建立了慈禧童年时期的研究中心或者是纪念馆，到目前为止也接待了大量的游客。慈禧是山西人的证据，在刘琦和那些清史专家们眼里可谓是确凿无疑。我猜想他们手中最直接的证据很有可能是慈禧童年时期的头盖骨，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如此的笃信呢？刘琦说慈禧是10岁进宫，但根据史料，慈禧进宫的时候已经是17岁。刘琦说惠征曾经担任过陆安知府，但根据史料，惠征从来没有在陆安担任过地方长官，他以前不过是一个低级的文官。慈禧进宫以后，他的境遇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变。据统计，满清的12个皇帝共有187个妃子，其中汉人只有9个。嘉庆皇帝曾经规定，满清后宫中贵人以上的女子一定要出自于满清的世家贵族，而到了道光年间，又特别规定满族人抱养的汉族女子不能被选秀入宫。那么惠征怎么会有如此的胆量，违反皇家的规定，将汉族女子诈称满族女子选秀入宫？他真的会冒着全家被砍头的风险
去让慈禧入宫吗？而且清朝的皇室在控制血统方面一定会把控得非常的严格，不然的话，那些满清贵族们随便抱养一个女子都可以送入宫冒充自己的孩子的话，那么这个为了保证满族血统的规定不是早就形同虚设了吗？所以慈禧并不是汉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满族人，这一点应该是很明确的，不会令人困惑。困惑的倒是为什么竟然会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专家还一致的认同这种说法，为这种说法鸣锣开道呢？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元顺帝也好，乾隆也好，慈禧也好，为什么这么多的征服者最后都变成了汉族人自己的后代呢？这些在野史中被记载的灿然生花的情节，为什么会得到如此多的人的追捧？鲁迅先生对此做出了一个总结，说这叫精神胜利法，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这些行为的背后充满着意淫式的自大、幻想式的胜利，以及自虐式的自满自卫，这样他们就可以忘掉他们作为奴隶被欺压的现状，为自己寻求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忍受所有加诸于他们之上的不公，他们就可以不再反抗，沉迷于那种妥妥的心理状态，自甘屈辱的同时而又能妄自尊大。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精神胜利法往往会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历史上的义和团庚子之乱和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谓是因见不远。即使元明清三朝都姓赵，那又能怎么样呢？难道宋朝就没有灭亡吗？文明就没有断裂吗？我们所惋惜的并不是一个家族的灭亡，而是一段文明的失落。我们在宋以后的朝代中所要找寻的，并不是宋朝皇室赵氏的血脉，而是我们中国人曾经的样子，那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曾经的中国人的样子。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